The following is an interview with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Vladimir Putin. 各位朋友，大家好。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前主播、独立媒体人卡尔森2月8日在他本人的官网发布了一条长达2小时7分钟的采访视频，受访者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据德媒报道，上线前他花了2天时间来为这场采访做广告。这场采访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有媒体称，这次采访或将成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国媒体人对普京进行的首个正式采访。相关通告已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网友的上亿次浏览量。而另一方面，也有欧美政客认为此举是背叛。主持人卡尔森称了克里姆林宫的附庸，并呼吁要对其进行制裁。在这场近年来已属罕见的美国媒体人、俄罗斯领导人对话中，普京到底说了些什么？外界又有何反应？德国各媒体均进行了报道，很容易发现，德媒首先给这位美国记者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带有明显德国立场的定性，或者说美国民主党立场。比如德国电视1台是这样介绍的：卡尔森采访总统，一场亲普京的表演。极端保守的脱口秀主持人卡尔森获得了采访普京的机会。现在乌克兰救助计划被美国国会搁置，这对右翼共和党人来说无疑是求之不得的。极右翼的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的使命很明确，终于让美国公众了解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真实情况。因为正如对俄罗斯友好的卡尔森在一段视频中提前解释的那样，美国媒体传播的是由政府控制的最令人作呕的宣传。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另一家政府喉舌媒体德国电视2台对此次采访的定性。在莫斯科的采访，塔克·卡尔森是普京的有用的白痴。美国主持人卡尔森在莫斯科采访了普京，俄罗斯总统以历史课作为采访的开场白，并将其变成了一场面向俄国本国观众的表演。卡尔森听着几乎没有打断他。在开始的几秒钟里，普京问卡尔森这是否应是一场真正的对话，然后转入历史独白。卡尔森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有挑战性的问题，也没有质疑任何事实。普京显然很自在，他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观点，尤其是针对俄罗斯观众。我们再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介绍：普京有毒的和平信息。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采访了普京，这是一出旨在吸引美国特朗普选民的戏，他以一场灾难开始。好，朋友们，从以上3家德国媒体，我们大概知道了他们的一致立场。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世界报》的报道，因为我觉得他的文字编排条理更清晰。普京最重要的讲话一栏。视频说明，据普京称，他无意攻击波兰、拉脱维亚或其他任何地方。在接受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塔克·卡尔森的采访时，他说他理解围绕莫斯科攻击计划的谣言是在制造威胁。美国主持人塔克·卡尔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谈话，除了长达数分钟的关于俄罗斯历史的喋喋不休之外，讨论还集中在与乌克兰的冲突，据称是对北约的计划外袭击以及德国政府的无能上。自乌克兰侵略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接受美国采访记者的详细提问。采访一栏：乌克兰冲突。普京认为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冲突中失败是不可能的。有人谈论俄罗斯会在战场上遭到战略性失败。总统说，在我看来，从定义上讲，这是不可能的，这永远不会发生。普京一如既往地避免使用战争一词，他长期以来一直在谈论乌克兰的特别行动。为了可能结束冲突，普京说，他们已经准备好对话，会谈的时机已到，因为西方必须认识到，他们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赢得冲突。普京说，迟早会达成协议，当这一认识形成后，他们也就是西方将不得不考虑下步该怎么走。向美国发出了信号，美国应该告诉乌克兰现任领导人停下来，坐到谈判桌前。华盛顿应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他称乌克兰是美国的卫星。普京在谈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据称拒绝与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时说：“我们从未拒绝谈判。”过去，泽连斯基曾多次强调乌克兰愿意举行会谈，但不是按照莫斯科规定的条件。炸毁北溪输气管和对德国的攻击，普京指责美国的对外情报机构中情局炸毁了北溪输气管。当卡尔森问普京为什么德国人会接受自己的北约伙伴的破坏行为时，他回答说：“德国政府更多是以西方集体利益，而不是以自己国家利益为重。德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乌克兰第2大支持国。这些德国人极其无能。”他敲着面前的木桌说：“这就是他们的想法。”批评北约国家，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一再批评北约和美国。普京指责北约国家假借假想的俄罗斯威胁，恐吓本国人民。普京认为，俄罗斯入侵北约国家波兰和拉脱维亚基本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有一个例外。当被问及是否能想象出他会向波兰派遣俄罗斯军队的情景时，普京回答说：“只有一种情况，如果波兰攻击俄罗斯，俄罗斯对波兰、拉脱维亚或其他国家完全没有兴趣。担心俄罗斯发动进攻是错误的。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我们根本没有兴趣。卷入某种全球战争有悖常理。”直到最后一刻，普京还在否认2022年对乌克兰的袭击，与美国交换被俘人员。最后，卡尔森直接向普京谈起了被关押在俄罗斯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埃文·格什科维奇，问他是否有机会获释。普京表示愿意谈，并暗示了交换被俘人员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说，把他关在俄罗斯的监狱里毫无意义，相反，美国应该考虑如何为解决问题做出贡献。普京的进一步表态可能被解读为释放蒂尔加滕谋杀犯的意思。他于2021年12月在德国被判处终身监禁。2022年伊斯坦布尔会谈，俄罗斯总统感叹道，2022年4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谈曾接近达成结束敌对行动的协议，但乌克兰随后却退缩了。他说，现在他们应该考虑如何扭转局势。我们并不反对。普京补充说，乌克兰国内无休止的征兵动员、歇斯底里，国内政治问题迟早会达成协议的。忘情投入讲述直到13世纪的历史。在采访的某些部分，尤其是开头，普京长篇大论地谈论了俄罗斯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并递给卡尔森一个文件袋，这样你就不会觉得我遗漏了什么。多年来，普京一直非常强调历史，他还利用俄罗斯历史和所谓的历史领土要求为进攻乌克兰辩解。卡尔森的采访风格，这段127分钟的访谈于周2录制，周4晚在美国黄金时段播出。主持人卡尔森没有对普京的长篇大论提出质疑，卡尔森基本上让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说完他要说的话，很少追问，但偶尔也会为普京设置一些修辞障碍。批评人士在采访前就已经指出，这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接受美国人采访的原因。不出所料，普京在谈话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卡尔森则避免将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说成是侵略，也没有谈到侵略。在俄罗斯录制的采访内容出现在卡尔森的网站和 Platform X 上。此后，卡尔森又离开了莫斯科。据 Semaphore 新闻网站报道，他在离开前还会见了爱德华·斯诺登。相关方的反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讯主任约翰·科比指出，不应把采访中所说的一切都视为真的。他在华盛顿说，记住，你们在听弗拉基米尔·普京说话。在俄罗斯和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中，这几乎是所有主要媒体在线最突出的报道。相关文章充满了赞美之词，其中许多文章都聚焦于视频访谈的覆盖范围和潜在影响。例如，国家电视台在其网站上报道说，这段视频已被观看了6000多万次，而亲克里姆林宫的新闻报则统计了超过47万次的点赞，并援引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地区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说，西方拉起的信息帷幕已经失败。
欧盟对这次采访提出了严厉批评。欧盟外交事务代表何塞普·博雷尔的发言人拿比拉·马斯拉里说，普京重复了众所周知的谎言、歪曲和操纵。他还批评卡尔森为普京提供了操纵和传播宣传的平台。这位女发言人继续说，普京在采访中再次对西方表现出极大的敌意。此外，这位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再次明确表示，他对采取真正意义的和平步骤毫无兴趣。好，朋友们，下面这视频的题目很有意思，翻译出来是这样的：宣扬了塔克·卡尔森的阴谋论有些混乱。好，各位朋友，这就是德国《世界报》对此次访谈的报道。大家是不是发现他的立场也很德国呢？我们来看看读者评论，可以看到有超过1400条，算关注度超高的了。我们也按关注度的多寡来翻译。第一条评论：我看了采访的原文和全文，现在我更加确信，如果西方国家愿意，如果有明智的政治家掌舵，这场战争是可以立即结束的。不幸的是，媒体在支持这场无法形容的战争，并因此影响着民众。下一条评论：但西方不希望这样，在这里的论坛上总是给你说成这是俄罗斯的问题，但其实是西方不希望谈判。下一条评论：关于北溪输气管被炸，普京可能是对的。无论如何，他说的德国政府是对的。我们不再有任何国家利益。下一条评论：情况更糟，任何表达国家利益的人都会被贴上极右翼的标签，这显然是企图根出这种国家利益的想法。下一条评论：我不是记者，但我很怀疑采访者的任务就是质疑被采访者的言论，因为那不是采访，而是讨论。采访的目的是为了了解被采访者的观点，并尽可能采取中立的立场。下一条评论：普京提供了很多关于美国真实利益的背景信息，从与美国总统的对话可见一斑，在我看来是可信的。下一条评论：他对德国政府的评价是正确的。下一条评论：这位网友针对这句话发表自己的感想：德国政府以西方集体利益而非本国利益为重。然后这位网友说，普京说的太对了。下一条评论：西方集体利益为我们带来了70年的和平，普京或习近平的国家利益不会带来和平。下一条评论：刚刚在 X 也就是原推特上读到，普京访谈给我们真正的信息是，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其他任何西方国家，都没有政治人物会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理智地接受2个小时的自由采访。我100%同意这位推特网友的观点。下一条评论：没错，首先必须先具备这种能力，不停地撒谎，不口误，甚至还不脸红。下一条评论：普京提出，如果德国订购天然气，将立即恢复天然气供应，为何对此只字未提？为什么不提呢？不重要吗？下一条评论：当我读到这里的一些评论时，我不得不遗憾地意识到，美国的宣传已经深入人心，许多人已经无法对俄罗斯或普京先生形成客观的认识。他们认为生活就是好莱坞电影，一个是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对此深信不疑，真的难以置信。下一条评论：俄罗斯的宣传也没让你不留下什么痕迹呀。下一条评论：由于欧盟和美国早在2001年就开始对普京采取敌对态度，因此我们无法期待他们会以客观、深思熟虑的语气来回应这次采访。任何人只要全面仔细地观看和分析过这次采访，至少都会对普京的想法和真实意图有一个未经审查、没有框架效应的印象。有一点已经变得绝对清晰和明确无误：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的初衷是，冲突不会演变成一场大火，因为冲突各方都不希望如此。聪明人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普京不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绝不会冒险与北约发生冲突。正因为如此，
西方国家影射普京想在乌克兰战争胜利后攻击波兰或波罗的海国家，甚至德国，纯属恐吓和宣传，目的是尽可能长时间的为乌克兰动员更多的财政和军事支持。在伊斯坦布尔谈判后，普京准备随时进行不设任何先决条件的谈判。任何持相反观点的人都是在违背自己的判断，完全是出于宣传目的。下一条评论，普京总统再次重申他愿意通过对话来解决乌克兰冲突，这非常好。不幸的是，好战的西方国家将再次无视这一意愿，更多无辜的人将因此而上升，这简直太可怕了。下一条评论，你忘了普京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拖延时间，因为他希望西方不再支持乌克兰。下一条评论，普京的智商远高于至少99%的德国政客。下一条评论，我建议直接到推特 X 上听这次访谈，自己做出判断。任何谈论普京宣传的人都必须诚实，而不是像这篇文章一样不断地在媒体和政治中隐藏自己的宣传。不幸的是，有关德国的段落是真实的，而且在德国以外的地方也以令人恼火的方式受到欢迎。你甚至不需要普京的采访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只需将头从交通灯政府的迷雾中抬起来即可。下一条评论，普京在发言中谈到，他曾向克林顿提出俄罗斯加入北约的申请，克林顿觉得这很有趣，但克林顿的团队不想要俄罗斯。普京多次以反思的口吻谈到俄罗斯是如何向美国提出建议的，或者至少希望现有的协议能够得到遵守。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美国愿意谈判，普京也可以在2024年成为一个相当不具威慑力、受过良好教育且头脑冷静的谈判伙伴。访谈的最后1个小时才触及真正相关的关键点，归根结底，这是关于西方是如何通过推行一项政策，将我们的世界划分为可以获得廉价的原材料的部分和无法获得这种原材料的部分，从而忽视了自己的繁荣目标。普京不无恶意地提到，与人民币和卢布贸易量的增长相比，以美元结算的下降幅度惊人。普京本人似乎也对美国和欧洲显然是在挥霍自己的优势，而不是通过平衡利益来争取双赢的方式感到恼火。作为德国公民，我也完全理解对我国现任政府的这种看法。下一条评论，听起来像是一位记者做的采访，因此不是带着立场的记者，带有说教使命的高高在上的道德权威的代表，就像现在的职业画面所要求的那样。这里转载的普京讲话似乎有一点最重要，与通常的德国红绿灯政府讲话等相比，普京清醒而理性得令人害怕。下一条评论，感谢精彩总结。我看了2个小时的德语字幕的采访，觉得非常棒，其实还可以更长的。你不必赞同普京的所有观点，你也可以将他视为战犯，这取决于您自己。在德国，我想不出还有哪位政治人物能让我听下去，让我没有听到任何空话或宣传。我还体验到了一位不会不断冒犯他人的采访者，虽然塔克·卡尔森也能这样做。卡尔森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架设起了这座桥梁。现在西方最终必须寻求对话以达成和平协议，而普京已经明确表示愿意这样做。油管上德国观众对采访的评论很有意思，几乎所有人都对卡尔森和普京表示了极大的敬意。这与是否对普京有好感无关，而是对当天对话和2位对话者的尊重和敬意。下一条评论，看完整个未经剪辑的访谈后，我只能建议大家也这样做，不要依赖德国媒体的摘要和解释。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历史文献，你必须亲自目睹它的全貌。下一条评论，这次采访让我大开眼界。作为一个不懂俄语的人，俄罗斯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我所忽视。此外，和许多德国同胞一样，我也被德国的出版物蒙蔽了双眼。即使作为一个持批评态度的人，你也很难逃脱国家媒体的持续轰炸，并在无意中被引向错误的方向。
不幸的是，俄罗斯媒体被德国政府按照民主德国的优良传统封锁或干扰，因此这次采访是一次真正的对比节目。任何戴眼镜的人都会记得第一次戴上眼镜的感觉，这就是我今晚从午夜到2:7的感觉。唯一的遗憾是，我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政客甚至无法与普京相提并论。下一条评论，普京最重要的声明仍然是他希望和解，结束战争，一直以来都希望与西方达成和平谅解。西方的决定性力量并不希望这样做。美国的唯一霸主地位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军工复合体想要赚钱，而和平是做不到这一点的。现在他们已经把乌克兰的耕地拿下来了，乌克兰人将是输家，他们押错了宝。他们本应接受俄罗斯人在2022年春提出的和平建议，这样双方都能免受许多苦难。但真那样的话，其他人就会少赚得多。下一条评论，我特别建议大家观看访谈。我看了之后发现，相关德媒文章的内容非常烂，而且充满了自我解读。好，朋友们，我想说说啊，从以上读者评论来看，德国读者真是人间清醒啊，已经怀疑自己的媒体了，这让上层怎么办？读者的评论相当于自己揭露了西方信息铁幕的真面目。最后，我们看看卡尔森推特账号上发布这个采访视频的网友评论，因为是英语的，估计美国观众为主。除此之外，观众可能比较国际化。第一条评论，主流媒体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下一条评论，塔克的这次采访可能会给世界带来和平，谎言制造战争和奴役，真相让你自由。下一条评论，普京仅用了30分钟就详细讲述了俄罗斯和乌克兰过去1000年的历史，没有做笔记。乔拜登不记得他儿子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所有人。下一条评论，谢谢你，塔克，你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期待和平。下一条评论，祝贺塔克·卡尔森接受普京的历史性采访。许多企业媒体反对塔克接受这次采访，这说明他做了正确的事。你可以不喜欢普京，但他对美国政治的看法比大多数美国政客都要诚实。下一条评论，塔克对普京的采访将是有史以来最火爆的采访，因为这是侵占机构最害怕的对话。谢谢你的勇敢，塔克·卡尔森。下一条评论，谢谢你，塔克，谢谢你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平采访的同时，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主流记者应该向你学习1、2。下一条评论，多亏了塔克，公众终于可以听到支持战争的虚假新闻掩盖多年的乌克兰真相。深层国家已将我们推向第3次世界大战的边缘，现在塔克来帮助我们迎来和平。下一条评论，没有比普京说的更真实的话了。贴出了这张普京的图上，文字为：为什么我要攻击美国？为此你们有了民主党。下一条评论，普京透露他曾问过时任总统克林顿，俄罗斯能否加入北约。克林顿先是回答：我想可以的。但在与其他人交谈后，他又说这是不可能的。卡尔森问普京对加入北约是否有诚意，普京澄清说他真的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加入北约。他表示西方的积极回应可能会促成和解过程，并有可能最终加入北约。下一条评论，与此同时，我们的家伙在这里指拜登，今晚把墨西哥和埃及总统搞糊涂了。德国之士说明，在谈到苏伊士运河时，拜登把埃及总统西西说成了墨西哥总统，特别令人尴尬。下一条评论，最可怕的事情是，普京接受采访时，他用30分钟的时间准确地讲述了俄罗斯的1000年历史，而拜登却连自己什么时候当过副总统都记不清了。下一条评论，看完这个节目后，我看到了一幅清晰的画面，人们可以观看这部影片，
并了解相关信息，也可以坚持我们自己的媒体所灌输的片面宣传。好的，朋友们，网友们用英文发表的评论我们就读到这里。大家一定也发现了，不管是德语评论还是英语的，网友们的观点出奇的一致，那就是看了这次采访后让他们大开眼界。有的网友形容为就像眼睛不好的人突然戴上一副新眼镜的感觉，眼前一亮。可以说看了该采访的西方人貌似呢都成了人间清醒，这大概也是西方主流媒体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他们现在都认为，也就是这些读者或者观众更了解普京以及他的政策，批评西方主流媒体给他们灌输片面的宣传。这与我对西方媒体的观察完全一致。我想长期观看本频道的网友也同意我的说法，对吧？德国媒体不遗余力地将普京描绘为残酷的独裁者，其实正好反映了他们心中对普京的恐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